vivo X200 Pro 使用了一段时间，今天的视频呢，主要回答大家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相比于 X100 Pro， 这款手机升级在哪？第二个问题呢，则是相比于 X100 Ultra， 谁才是真正的影像王者？我们先说外观和手感啊，设计延续了家族原型的那个镜头模组设计，保留了前代非常受欢迎的钛金属银色，但是细节上改变很多。首先，镜头模组从前代的偏心圆改成了现在的双圆嵌套，据说灵感是来自于水滴滴落在水面上所产生出的涟漪。我把3代 X 系列摆在一起，大家看一看更喜欢哪一代呢？这一次 X200 系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告别了 3D 曲面屏幕啊，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了好多年。X200 Pro 它采用的是更平整的微曲面屏幕，为了削减厚度所带来的这种手感影响啊，目前还不是纯屏的屏幕，侧面看过去还是有一丢丢内容会显示在微曲面上的。侧面边框变得更宽大稳定了，而且强化了金属拉丝质感。对于经常横向握持的影像器件来说，宽大边框所带的稳定握持非常受用。顶部那个 choker 叫做颈链那个设计被取消了，底部设计呢也和 Ultra 那种内凹不太一样。整体来说 X200 系列的边框更加简约。重量方面 X200 Pro 要比 X100 Pro 重了7克，比 X100 Ultra 轻了1克。厚度方面呢 8.45 毫米，要比另外2款都更薄。那么当我们旋转机身来到正面，这次 X200 Pro 很漂亮啊，视觉上接近4边等宽无论是下巴宽度还是边角曲线，比 X100 系列都好看很多。我们放大再看一下下巴的这个宽度以及边角的线条 ，Ultra 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惊呼完了。我成 Pro 了，那么我们向下巴界的前辈发起挑战啊！首先对比安卓最窄的三星 S24 Ultra， 大家可以看一下 X200 Pro 险胜。我们再来挑战现在目前下巴最窄的 iPhone 16 Pro，相比之下，苹果还是要更窄一点点啊，真的就是一点点。这次 X200 Pro 的外观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点呢，就是镜头模组太大了，下沿比前代又向下靠了一点点，就是单手握持手机的时候，这个食指会不自然的抵在镜头下边缘，有的时候会把手机顶起来，而使得小拇指没有办法在底部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我希望 vivo 可以把镜头区域稍微缩小一些。好的设计确实可以让用户赏心悦目，但是好的手感才能让人爱不释手。视频的第2部分，我们聊一聊芯片和续航。X200 Pro 首发了天玑9400芯片啊，还配备了一个6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实测原神极限画质跑图啊，平均59.7帧，最高温度只有40.2度，比前代降低了接近2度啊，平均功耗降低了600毫瓦。王者荣耀平均120.7帧，最高38.9度，耗电7%，相比前代平均功耗降低500毫瓦。同时录制 4K 60帧视频20分钟 ，X100 Ultra 热到发亮啊 ，X100 Pro 呢发热怒砍第2名，而 X200 Pro 温度控制的最好。最右边这个是 X200 Pro Mini 啊，我们先不揭晓谜底啊，在连续8小时观看 1080p 在线视频加弹幕这个非常耗电的场景当中 ，X100 Pro 耗电40%，X100 Ultra 耗电44%，而 X200 Pro耗电34%，依然是性能够强，续航够长。而且这次 X200 Pro 呢，首发了暗区突围这款游戏的90帧光追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是光追关闭的效果，右侧是打开啊，能够看到在移动的时候，地板会反射室内环境中的细节，而且不只是地板啊，游戏中比如说这种瓷砖这个地面也能够反射房间中的光影。充电方面，X200 Pro 支持9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实测15分钟充入电量37%，30分钟充入电量65%。那么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自然是 X 系列核心中的核心影像啊。我们回到视频开头，解答大家的2个问题：相比于 X100 Pro 200有哪些升级，以及相比于 X100 Ultra， 谁是 vivo 的影像霸主？首先我们说一下 X200 Pro 这次前后4颗镜头，其中主镜头它是首发了索尼5000万像素最新的光域818双感器，长焦呢则是 X100 Ultra 那颗2亿像素超级长焦下放啊，外加上一枚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和一枚32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我们先说这颗前置镜头，这一次前置镜头呢视野要比前代缩窄了一点点啊，不开美颜的前提下，皮肤细节更加细腻。X100 Pro 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小噪点啊，在200上得到了修复。当我们切换到自拍视频的时候，200系列呢，视野会再窄一点点。我推测是为了增强防抖效果。前置自拍视频动态范围肉眼可见的提升了，对不对？不开美颜，
在更苛刻的逆光场景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X Pro 200它的皮肤质感。另外我再说一下，这个逆光场景视频不只是前置镜头有提升，后置镜头视频能力同样得到了提升。那么既然提到了后置镜头，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颗主镜头。主镜头这次首发了索尼最新的5000万像素光域818传感器。这面传感器我自己使用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读写速度快，动态范围高。我们先说快的这个部分啊，第一快就是高速视频录制。前一代X100 Pro 它是最高4K 60帧，对不对？这一代可以实现主镜头和长焦镜头的4K 120帧录制了。和 X100 Ultra 应该是平起平坐了。X100 Pro 它的慢动作录制效果，放慢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比较卡顿了，因为毕竟只有60帧嘛。而 X200 Pro 则是这个样子，可以实现最慢5倍慢放。和 iPhone 对比了一下，苹果呢目前视频效果还是非常好啊，防抖效果要更好，同时呢高光场景下这个动态范围也更高。vivo 它的优势呢则在于，除了主镜头可以实现4K 120帧，它的长焦镜头也可以实现4K 120帧的拍摄了。主镜头的第二块是终于可以拍摄 Live Photo 了。X100 Pro 上，你如果想拍摄 Live Photo， 你必须要进入设置，然后选择动态照片，你才能够拍摄。而在 X200 系列当中呢，你不需要任何设置了，默认拍照模式，按下快门即可获得。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我长按这个照片，看到了吗？它就开始动起来了。我觉得全场就是这个吹萨克斯风的小哥是最累的。他其他人就是跳，他呢得是捧着一个萨克斯风跳。大家看，你可以编辑选择视频当中的片段作为封面图，你也可以上传到小红书上，其他人可以看到你拍摄的 Live Photo 了，而且未来也可以上传到抖音上。目前呢 Live Photo 它的视频画质还略低啊，毕竟也是 vivo 第一次真正的把这个融入到默认拍照模式当中，而且目前还没有加入防抖算法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拍照的时候，我建议更稳定的去握持手机，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主镜头的第三个块是 X200 Pro 这次支持了人像模式下的高速抓拍了。主镜头下的人像抓拍能力非常强啊。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使用主镜头来进行的一个，你看35毫米焦段瞬间来进行的一张人像拍照。我现在给它放大一下，大家看一下细节，也就是它是有景深信息的，然后同时非常清晰的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场面，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在这里去改变它的光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调节这个光圈的大小，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给它调整到前面的观众后边，这个时候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也变虚了，你也可以调整到后边的观众，这个时候前排又被虚化了。在这样一张照片当中呢，它既保留了景深信息，你可以通过后期自由的去调整，同时它又实现了一个非常精准抓拍。除了本身清晰不模糊之外，你还可以通过点选照片中不同的位置去实现不同的背景虚化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张照片，这种凌空跃起时所带来的这种张力。大家看这张，和主镜头相比呢，人像模式中，如果你通过3倍镜头抓拍，那么一些抓拍瞬间的细节表现会明显弱于主镜头。大部分时间是都能够拍出好看的瞬间的，但是如果运动主体更快，或者说你连续按快门拍照，这个时候长焦人像抓拍呢就会丢掉一些细节。我相信说到这儿，一定有同学特别好奇，那如果我不使用这个人像模式啊，我就使用主镜头直接拍，能不能也像今年 iPhone 16 Pro 一样，去实现那种瞬间抓拍的效果？这个位置我给大家实测了，实际测试表现相当不错啊。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场景 ，X200 Pro 主镜头都可以实现清晰的抓拍，比如说这张，再看这张，都几乎是瞬间完成了这个照片的定格。一些动作更快的场景中，会有一些小细节出现模糊，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也是 vivo 在这款机器上依然保留了抓拍模式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很多用户的日常拍照已经相当够用了。我也希望 vivo 能够早日把抓拍模式完全融入到默认拍照模式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颗长焦镜头啊，我在使用这款手机时候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 vivo 很明显它想把这款手机打造成性能强悍但价格合适的演唱会拍照神器。你会发现啊，其实普通用户日常使用这种长焦拍10倍、20倍的场景并不多，对不对？但是演唱会恰好融合了距离远、
和光线暗这两个场景正好是大底长焦的甚反射区啊。我们直奔环球影城来看一下长焦镜头所带来的画质提升。这两款手机的第一个功能差异就带来了表现上的一个巨大差别啊，那就是X200 Pro 拥有舞台模式。如果大家带着自己的小手机，高高兴兴的去拍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当舞台光线暗下来的时候啊，我们的手机会错误的判断，这个画面太黑了。这个时候它就会增加曝光时间，去试图让照片变得更明亮。但是在演唱会这个场景，往往拍出的照片就是模糊的，因为人在动嘛。而 X200 Pro 上这个舞台模式，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降低曝光时间，用大传感器和大光圈生吃夜景。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是 X100 Pro 直接拍摄的照片，而右边则是 X200 Pro 直接拍摄的照片。视频拍摄当中呢，舞台模式可以更准确的对舞台进行曝光。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对比一下演员面部的光线。X100 Pro 出现了明显的过曝情况，放大之后画质纯净度的一个对比，是不是 X200 Pro 要领先很多？看到此情此景 ，X100 Ultra 的用户眼前一黑啊。那么 X200 Pro 能否超越 X100 Ultra 呢？实测 X200 Pro 在色彩以及光线控制上已经和 Ultra 无限接近了，10倍以上望远拍照。大部分表现是几乎相同的，但是真的就是有一些样张还是能够看出差距的。比如说这张 Ultra 细节真的就是更自然、更真实。这次 X200 Pro 在拍摄电子屏幕的时候，会把屏幕扫描刷新的过程也拍进去，这个观感还是要落后于 X100 Ultra 的。看到这儿 ，X100 Ultra 的用户长舒一口气说：“哎呀。”100、200什么，这不都是 vivo 自家的产品吗？对不对？自家兄弟，我们不争这个，不计较这个，翻篇了翻篇了。但是这里需要注意X100 Ultra 它是一款定价7000块钱的设备，而 X200 Pro 则是一个5000元档位的设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X200 Pro 应该是目前5000元档演唱会场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个设备了。这次因为3倍镜头升级，所以说 vivo 单独给 X200 Pro 增加了一个135毫米焦段的人像拍照，接近于6倍吧，6倍的人像模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是 X100 Pro 的100毫米人像拍照，右边呢是 X Pro 的135毫米人像拍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视野上的区别。我当时距离这个模特小姐姐大概是3米左右。X200 Pro 它的面部光线要更加柔和 ，vivo 明显是想突出一些面部的特征，面颊会更加红润了，对不对？同时呢，还带来了一些皮肤细节上的质感。这枚长焦的微距表现能力和 Ultra 同样表现非常出色这是一只我可以放在掌心的雪橇猫头鹰。当我把手机推得足够近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拍摄出的这个照片。再看一下这几张毛绒玩具的这个毛毛细节 ，X200 Pro 它的长焦呢，在拍摄动物毛发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过度锐化的算法观感。主人给小猫小狗宠物拍照，应该是非常友好的。以上这些呢，其实还只是 X200 Pro 它升级的一部分。这次升级还有全焦段的4K 60帧10比特 Log 视频还有20倍长焦的 AI 去加细节还有全新优化的风光夜卡。在这些硬件参数之外，当然还有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vivo 影像那种油润感的色彩。这种色彩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应该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普通用户自己调不出来这种色彩另外我必须要说如果你是在使用苹果的笔记本就 Mac， 那么 vivo 手机真的是目前兼容性做的最好的一款安卓手机，甚至一些环节上我认为已经超越 iPhone 了。比如说 vivo 手机它可以和 Mac 电脑直接实现 AirDrop，比如说可以无限的去文件管理，比如说可以直接无限的去拖拽、复制、粘贴。vivo 手机上拍的照片可以立刻保存到你的 Mac 电脑上，这些小细节，我作为一个 Mac 用户来说，我真的感受非常好。今天视频的终极问题来了，是买 X200 Pro 还是买 X100 Ultra 呢？从我的使用体验来看呢，如果你只追求极限的画质，那么无论是拍照还是视频 ，X100 Ultra 在细节上都要比 X200 Pro 更好。但是Ultra 它比 Pro 贵了2000块，再加上 X200 Pro 它的影像新功能加持，对不对？比如说它更出色的能耗控制、更漂亮的正面颜值以及更出色的握持手感，我还是会优先推荐 X200 Pro。现在 vivo 它的更新节奏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Pro 和 Ultra 其实它是一个产品周期内的2款旗舰 ，Pro 就是10月到来年5月的 Ultra。而 Ultra 呢，则是6月到11月的 Ultra， 前者会更加均衡，而后者呢，则会再向影像上倾斜那么一点点。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X200 Pro 是这次发布会上我第2喜欢的产品，至于我的最爱，
此时下一支视频评测的主角 X200 Pro Mini。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